在土耳其买房，让中国投资者亏得最狠的，往往不是房价，而是被抬高的估值。先留个问题，一份正规的估值报告，为什么反而可能是陷阱？答案后面揭开。先说代价，估值虚高，就是你用高于市场的价格接盘。土耳其房产以里拉计价，本文写作时也就是2026年7月，短期转手本就难保本，再加溢价，转售恐收不回差价。更麻烦的是投资入籍，估值明显不实，申请可能被主管部门退回，要你补材料，甚至重新估价。那这套操作怎么运作？往下看，什么叫估值虚高？就是评估价被人为抬到明显高于真实市场价值。为什么中国买家高发？多数人身在国内，看房靠视频，语言不通，很难核对本地行情。跨境信息差就是溢价的温床。那估值谁说了算？关键4个字 ：SPK 持牌。土耳其房产官方估值由资本市场委员会 SPK 授权的持牌估价公司决定，不是开发商说了算。本文写作时，凡涉及投资入籍的交易，都要提交一份 SPK 持牌机构的估值报告。报告先给出里拉评估价，再按土耳其央行 TCMB 当日汇率折成美元。但这里有个例外，报告固然客观，可谁来指定这家机构？如果估价公司由开发商找来，费用也由他出，独立性就打折扣。所以大额交易时，你自己再另请一家持牌机构做交叉复核。2份报告差距太大，就追问到底。正规交易不怕复核。为什么投资入籍风险最集中？因为有一条硬门槛，会诱导定价往上靠。本文写作时，购房入籍房产官方估值一般需达约40万美元或以上，并要承诺3年内不转售。你想，一套房真实价值只有30多万，你又必须构陷，抬估值的动机就来了。表面拿到合规材料，多付的钱买的不是房子，是一个数字。那怎么识别？最有效的办法是把报价放到多个独立来源交叉比对。单看一份很难看出问题，一旦并排，异常自己就浮现。3个信号特别留意。信号1，报价和同区成交价明显背离。开发商报价显著高于同小区、同户型近期成交价，就是最直接的预警。土地登记局 Top 记录了官方过户价，顾问能帮你调取可比交易。信号2，只肯给自家的估值报告。如果坚持只用自己指定的机构，还拒绝你另请 SPK 机构复核，独立性就很可疑。信号3，用送家电、送家具、返租保证填补差价。溢价被包装成赠品或返租承诺，往往说明净房价已被抬高。返租保证也不是无风险的，能否兑现取决于开发商的经营。那付款前该做哪些尽职调查？第一，先定行情基准，用 Top 和本地成交数据确认同户型真实价格区间。第二，由你选定持牌机构，委托一份独立 SPK 估价。第三，核查产权，确认 Top 产权清晰，无抵押查封，有没有3年限售登记。第四，拆解总价，把净房价、税费、赠品、返租分开算，看清你为房子付了多少。第五，锁定外汇折算口径，明确按 TCMB 哪天汇率折美元，避免因汇率时点被动缩水或刚好构陷。5步走完，价格才踏实。现在回到开头，为什么正规的报告反而是陷阱？一份卖方指定又没复核的报告，正规只是形式。报价看着合理，正是虚高追求的效果。只有和 Top 数据并排比，才看得出偏离。看着达标，不等于真的达标。还有一点很现实，补救空间通常在签约前，不是签约后。付了定金才发现问题，谈判筹码会小很多。对报价没底，务必在决定前请独立一方复核。
要记住，没有任何机构能保证审批结果，政策数字也可能调整，一切以官方最新规定为准。关注我，在土耳其买房少走弯路。我们在伊斯坦布尔的中文团队，独立、透明，不收开发商佣金，没有把价格往上做的动机。全程中文陪同，关键节点用中文书面交代每个数字和风险。想咨询，主页了解更多。